周国平说过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物质的贫富、社会方面的境遇，是内在的素质和层次，把人分出了伟大与渺小、优秀与平庸。有的人醉心于三五成群的消遣，有的人专注于一步一脚印的努力。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都是在悄无声息间拉开的。垂涎别人的风光，抱怨自己的不济，不如沉下心来提升自己。提升自己最快的方式，以下4种分享给你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出精彩。晚上好，亲爱的你，欢迎你如约而至，这里是今晚9点半 FM， 我是主播文倩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有书，提升自己最快的方式，作者曹雨田。修炼好屏蔽力。荷兰畅销书作家罗伊·马丁纳曾说，我生命里最大的突破之一，就是不再为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担忧。只有我们不需要外界的赞美时，才会变得自由。不为外界的声音所扰，不因他人的眼光迷失，才是难得的清醒。作家编剧周梅森从中学起就一边在煤矿勤工俭学，一边开始写作。煤矿里包炸药的纸张在过蜡之前要被裁剪，他每次都去收集切下来的编纸条，那是他写作的稿纸。高中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当地煤矿工作，又累又苦的活儿没有泯灭他的写作热情。晚上工友们休息后，他就埋头写作。几年间，他把写成的几个电影剧本和3部长篇小说先后寄给编辑，却没有一个发表。工友们嘲笑他别做作家梦了，就连邮递员大老远看见他语气里都藏着几分戏谑。周梅森又被退稿了。周围人的劝说和嘲讽他从不在意，仍然坚持写作。22岁，周梅森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，用作品默默回击了质疑声。这些年，他的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《人民的财产》《大博弈》等被放上荧幕后，深受观众喜爱，也屡创收视新高。生活是自己的，别人的闲言碎语无需在意。人生在世，我们无法面面俱到，也很难八面玲珑。倘若我们太关注无用的信息，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反而会使自己的生活一团乱麻。生命很贵，别在无谓的人和事上浪费。修炼好屏蔽力，留时间和精力为自己赋能，在纷扰的世间默默守护好自己的灯火。保持空杯心态。屠呦呦很少接受记者采访，一心只做科研。即便获奖后，记者采访她，她也淡淡地说，荣誉都是过去，现在得干活了。拒绝在功劳簿上躺平，懂得一切归零，才能以最好的状态轻装前行。有乒乓球初代大魔王之称的邓亚萍，在役期间拿了18个世界冠军，连续8年排名乒坛第1，他却没有沾沾自喜，在快要退役之际，毅然把成就归零，进入清华大学学习英语。刚进入清华的时候，邓亚萍的英语底子很弱，有一次老师让他默写26个字母，他都写不全。但他没有沮丧，决定一切从零开始。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到晚上12点睡觉，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用在学习上。他还给自己定下3个1的规矩，从第1个字母学起，从第1个单词背起，从课本第1页读起。4年后，邓亚萍拿到清华大学英语系学士学位。从清华毕业后，他仍坚持学习深造，最终拿到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。邓亚萍勇于将人生归零，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。李小龙说，清空你的杯子，方能再行注满，空无以求全。人生亦如此，一味沉浸于已有的成绩，自命不凡，目空一切，反而难有进步和成长。傍晚的夕阳再绮丽，
也无法成为明天的太阳。过去的成就再辉煌，都左右不了你未来的方向。不因荣誉沾沾自喜，方能身心自在重新出发。不因成就自满自大，才能锁定目标，坚定向前。保持空杯心态，不断吐故纳新，一步步积蓄力量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做过程主义者。谷爱凌曾说，我不是为了拿奥运奖牌而滑雪，我只是享受一件事，再顺便去赢。上学那会儿，她经常背着大雪板包，一大袋衣服，辗转于雪场和学校间，周末也常在练习。有时为了不打乱训练节奏，她能坚持好几个小时不吃不喝。在她的滑雪生涯里，摔倒受伤是家常便饭，甚至好几次因为挑战高难度动作摔倒骨折。但她从未放弃，始终专注在滑雪这件事本身。专注于做事的过程，不设必须达成的目的，有时候反而更接近成功。瓦伦达是美国著名的走高空钢索表演者，他的技艺叹为观止，在以往的演出中从未有过失误。一次，马戏团要为美国知名人士表演，瓦伦达的走钢索也被定为要表演的项目。瓦伦达知道，如果完成好此次表演，会对自己和马戏团带来莫大好处。他抱着必须赢的想法，做着准备。表演那天，他一反常态，连平常的简单动作都没完成，不幸从钢索上摔下身亡。他的妻子事后接受采访说，他太想完成节目，没法专注表演，导致了悲剧。太看重结果，就会陷入无尽的担忧，反而容易事与愿违。我们都会给自己设定目标，有的人只盯着目标，一旦跌倒，往往会自暴自弃，一蹶不振。有的人关注过程，即便跌倒也会汲取经验，整装待发。林清玄在《一心一境》中说过，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奔赴某一目的，而在承担每个过程。人生漫漫，比达成目标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提升自己，享受过程，心无旁骛。有一种结果，它叫水到渠成。和磁场相近的人同行。礼记中曾言，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。成长路上与磁场相近的人同行至关重要。华罗庚的数学成就离不开老师王维克的指引。他爱看书，时常跑到王维克家里借书，但每次都是漫无目的的看，大多时候也浅尝辄止。王维克时常劝诫他，学习就像挖井，要在对的地方深挖才能出水。于是他便开始专注涉猎数学书籍，专心做起研究。有一次，华罗庚拿着写好的福尔马最后定理之证明论文，信心满满地交给王维克，想得到老师的赞扬。王维克却指出他论证的不足，并语重心长地和他谈论如何沉心学术。那次交谈让他受益匪浅，自此做研究的态度更加严谨。在王维克亦师亦友的指导下，华罗庚深入研究数论，解决了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等一系列世界性问题。巴菲特曾说，想成为最优秀的人，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。人很容易受身边人影响，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、不自知的。和错的人在一起，就像陷入泥沼之中，会消耗你、拖垮你，直至将你完全吞噬。和磁场相近的人在一起，就如无形中有一盏明灯，会照亮你，指引你，让你在黑暗里找到方向。每个人都有失败落寞的时刻，和磁场相近的人一起，就有重振旗鼓、逆风翻盘的机会。每个人也都自带磁场，对的人吸引的都是精英，和他们久处，你的三观会越来越正。人生开挂的方式是和对的人并肩同行，一路披荆斩棘，共同奔赴美好。刘同在《一个人就一个人》书中写道，
你把时间花在哪里，人生的花就会开在哪儿。花时间提升自己，生活会赠予你玫瑰。修炼好屏蔽力，摒弃无谓的干扰，生活才能高效美好。保持空杯心态，放下过去的光环，未来方能乘风破浪。做过程主义者，专注当下的过程，人生自会豁然开朗。和对的人同行，保持前进的姿态，生命必将恣意绽放。人生下半场，愿我们都在自我提升的路上，经历风雨捶打，去见诗和远方。晚安，好梦。